葡萄表面藏有看不见的虫卵或者霉菌。在葡萄的生长过程中，各种昆虫可能会在葡萄上产卵，这些虫卵非常小，难以用肉眼直接观察到。同时，由于葡萄生长的环境可能存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条件，这就为霉菌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。很多人在清洗葡萄时方法并不正确，有些人只是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其实这样清洗洗不干净。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种正确洗葡萄的方法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葡萄我们需要一个个的剪开，这样可以防止2次污染。切记不要直接用手直接一颗一颗的摘，因为葡萄皮和干子就像是果肉的保护膜，一旦破损有缺口，清洗时的细菌和虫卵都会跑进去。先往里面放上1勺盐，然后加入清水，晃动一下葡萄，让葡萄在盐水中浸泡5分钟。这一步主要是为了消毒杀菌。在浸泡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有很多比较干的、破损的葡萄会飘到水面上。这是因为盐水的浓度比较高，如果有一些葡萄内部变质，或者是这个葡萄水分比较少，就会因为高浓度的盐水而浮到表面上。这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坏掉的葡萄捡出去。用同样的方法去浸泡豆子，或者是其他的小型水果，甚至鸡蛋，都可以用浓盐水的方法来挑选和辨别新鲜程度。浸泡5分钟之后，把脏水倒掉。接着，我们在盆中加入一些温水，往里面抓上一把面粉，再抓上一点茶叶。加入温水后，浸泡3分钟。等到茶叶舒展开，面粉和水融入一起之后，将葡萄放入水中。而面粉水比较浓稠，可以将微小的脏东西吸附下来。同时，茶叶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茶多酚、儿茶素以及茶叶碱等物质，这些东西对消毒杀菌、去虫卵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如果家里没有茶叶，也可以放一点食用碱或者小苏打来代替。另外，再往里面放一点颗粒粗糙的玉米粉，这样可以代替茶叶的摩擦力，将葡萄清洗干净。葡萄是最容易被农药污染的水果之一，这主要是因为葡萄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易受农药污染。葡萄的皮很薄，这使得农药很容易渗透到果肉附近。同时，葡萄的果肉多汁，这种多汁的特性会吸引各种害虫。农民为了保护葡萄免受虫害和霉变的侵害，通常会在收获前喷洒大量的农药。这些虫卵或者霉菌会随着水分渗入果肉中，如果人们不小心吃下去，可能会对人体造成危害。轻者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，如腹痛、腹泻等症状；重者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等更为严重的问题。所以，洗葡萄确实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，绝对不能忽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我们常见的葡萄品种就有飓风、玫瑰香、红提、小蜜蜂、乒乓球等等。近几年，阳光玫瑰和美人指这样的新奇品种也开始层出不穷。葡萄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，可以说葡萄是非常人类种植比较早的水果。葡萄不仅可以用来鲜食，还可以制成葡萄干和酿酒。葡萄酒也跟啤酒和中国的黄酒一起被称为世界3大古酒。买葡萄，锦粒和散粒的区别很大。在选购葡萄的时候，除了品种不一样，价钱不一样，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这葡萄每一串的松紧程度，有的比较松散，有的比较紧，
那么这葡萄应该选择散粒的还是紧粒的呢？散粒葡萄中间存在很多空隙，这带来了诸多好处。一方面，空隙有利于通风，能够让空气在葡萄之间自由流通，带走多余的湿气和热量，保持葡萄处于较为干爽的状态，避免因潮湿闷热而滋生细菌或发生霉变，从而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。这些空隙有助于散热，在炎热的天气里，葡萄内部产生的热量可以通过空隙散发出去，防止葡萄因过热而影响品质。此外，空隙还能使光照更加均匀地洒在每一颗葡萄上，确保葡萄各个部位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照射。充足的光照对于葡萄的成熟度和甜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阳光的滋养下，葡萄能够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，合成更多的糖分和营养物质，使得散粒葡萄的成熟度更高，甜度也更佳。看外观。锦粒首先要挑选果粒饱满的葡萄，每一颗葡萄都应充盈且富有生机，大小均匀一致，这样能保证整串葡萄在生长过程中受到了较为均衡的养分供给。锦粒葡萄的果皮应当紧致且富有光泽，这是其新鲜度的重要体现。果皮颜色均匀一致，没有斑点、瑕疵或明显的损伤。光滑平整的果皮能更好地锁住葡萄内部的水分和营养。检查果梗。锦粒果梗是判断葡萄新鲜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。优先选择果梗呈现出新鲜的绿色，且具有良好弹性的葡萄。新鲜的果梗质地柔韧，不易折断。如果果梗干枯、发黄甚至变色，这很可能意味着葡萄已经采摘了较长时间，水分和营养有所流失，品质可能会大打折扣。闻气味。锦粒凑近葡萄，轻轻嗅闻。新鲜的葡萄应当散发着自然、清新的果香，这是其成熟且新鲜的象征。如果闻到有酒精味或者其他刺鼻、怪异的异味，那可能表明葡萄已经开始发酵或变质，内部可能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化学变化。手感。锦粒用手指轻轻捏一下葡萄粒，感受其硬度和弹性。应该选择感觉结实而有弹性的葡萄，这种葡萄通常水分充足，果肉紧实。如果葡萄粒过于柔软，甚至一捏就出现凹陷，那可能表示葡萄已经过熟或开始腐烂，内部的组织结构已经受到破坏。关于葡萄的清洗和挑选方法都分享好了哦，朋友们可以试试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